大家好，我是13。那我们今天要试骑的是 Honda Monkey 125。哇！今天早上特地跑来大稻埕，迪化街这边，因为想说这样子古色古香的车子，好了，复古的 Monkey 呢，你要带点以前那种1960几年的味道嘛。当然，我也不知道这边是不是1960几年的味道，反正就是古朴的感觉了。好，先让我把车牵出去。差点忘记，等一下一定会迷路，所以记得先装导航，支架都装好了。这台车非常的轻啊，100公斤，所以随便要晃要移动都非常方便。那如果你完全没有听过 Honda Monkey 呢，这台车其实差不多就是 Honda Grom， 就是 MSX 125的复古版。那如果你以前呢就是喜欢 Monkey 的人呢，你会发现这台 Monkey 其实比以前的大很多。好啦，那说到 Honda Monkey 呢，就要讲讲它的历史了。这一开始这台车呢是叫做 Honda Z50， 当然更久以前，最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是叫 Z100， 它一样是50cc 的车子。那时候 Z100 我记得是一个概念的玩具车，好像是在日本那时候作为游乐园使用，一个很小一台车。然后后来是试售车叫做 Z50。那我先说，我对于 Honda Monkey 或是 Z50的认识呢，主要是因为在国外骑车的时候呢才知道的。那时候看二手市场的时候，会发现一台小车叫 Honda Z50， 或是 Trail 50，或是 Trail 70。所以我这方面资讯呢，很多都是从国外过来的啦。当然，亚洲部分其实会有点名称上可能不太一样。那回到现代，现在这台 Honda Monkey 125，就像我刚才讲的，它其实就是 Grom， 就是 MSX 125的复古版。它引擎是跟 MSX 一样的。但是这台车的价钱呢，却比 MSX 贵了一点。那台湾开价我记得是多少？16万。在国外的话，它整整比 MSX 贵了1000多块，我记得。那我知道很多人不解，说为什么一样的车子可以价钱差到这么多？到底是差在哪里？那有人说可能是因为饰板啊，这个造型的关系。那加上是它有点带给大家这种回忆嘛，跟 nostalgic 的感觉，所以它价钱可以往上提点，因为它知道有人会买单。哦，这边先加个油好了。95加50。好，再加50，看有多少。开启这个伞超可爱。哇，这样就加4个了。这油箱大概是5.6吧。好，这样应该够我跑了。这台车油耗好像是1公升可以达到60多公里。好了，我到那边还有50分钟，哇，没关系，那我就趁着机会好好熟悉一下这台车。那等一下跟大家讲我的感想。自己拍片啊，就是很可惜都不能拍到自己，所以 OK， 后面都没车，前面也没车，都没车。哇，没看到自己车子，嗨，嗨，嗨。哇，我们到了海边。这边的景色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
好，我现在去的地方呢，是我一直很想去的地方。之前看一些影片，然后常常有人会 po 到这边骑车什么的。然后上次是看到大黑的影片，大黑好像骑他的新的 CRF 150L 吗？好，现在这边风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这车轻就是坏处。所以有点小晃，主要还是打到身体的风阻力比较大啦。好啦，那我跋山涉水呢，来到水牛坑。好了，也没有跋山涉水啦，就是从市区骑过来这样。那我还蛮惊讶的，因为台北市外面竟然有这样的地形，然后可以让越野车啊、吉普车啊拿这边玩。那不知道水牛坑的人呢，其实这个地形是个蛮悲惨的故事啦。听说是盗采砂石，然后一直把一座山整个就是挖烂了，所以还变得有点大峡谷的感觉。好啦，那回到车子，刚刚一路骑过来呢，真的是乐趣十足，就算走走停停啊，一点都没有觉得无聊。那我就会讲讲我刚刚觉得蛮惊艳的地方啦，比如说这个椅子，后面这些你看得出来非常的厚，但是我觉得最厉害的是，因为我刚一路骑过来1个小时，我就是坐着。做这样子啊，有些通风性不会粘屁股，因为有些车子啊，你骑久坐久的时候，你也知道那种在站起来的时候粘住的感觉，尤其是皮裤啦。那再来是这个排气管，那因为这台车是走 Mini Scrambler 的造型，毕竟是所谓的零倒车的样子嘛，所以它跟很多越野车一样，排气管是往上走的。那这部分呢，其实就会碰到大腿，但是我刚刚呢，直接去摸，因为我才刚熄火而已，很快，完全不会烫，温温的而已。所以在骑的时候，你不用担心说你的大腿呢会烧到，完全不会。不管是从刚刚古色古香的迪化街还是到这边水牛坑，我觉得这台车都很应景啊，因为它毕竟是复古的 Scrambler 嘛。那 Mini Trail 呢，当然就是可以走这种小砂石路了，但是很明显，这台车不是真的可以走 Off Road 了，因为它光底盘这部分其实就蛮低的了。一些小砂石路想要小玩一下呢，是还是可以啦。好，那刚刚骑车下山走到这边来的时候，我觉得刹车部分还蛮足够的。压下去的时候呢，当然前叉有点软，可是下去的时候，一刹就点到位，不会让我觉得刹不住的感觉。那避震部分呢，坦白说你不要奢求太多，它的倒刹造型跟后面骑起来呢，就是短的感觉。这样形容不知道有没有听得懂。好啦，那既然来到水牛坑，就要跑点沙子路去上面一探究竟。当然，我不会骑太夸张了，毕竟这车是租的，我要完好的还给人家嘛。OK。好，大家好，我是3，我今天要骑 Monkey 125，然后挑战这个上坡。好，来，好，开玩笑的，这不太可能。哦，对，忘了讲，这台车没有配 ABS， 不过在土路的情况下呢，其实没有 ABS 会比较好的，因为 ABS 的情况下的时候，它会不知道说，你是锁死的情况下，那是不是要停下来？因为很多时候，在越野车啊，尤其越野车部分，你是需要靠你推土的方式让你车子慢下来的，尤其你后刹部分。肯定没有。
看来看去啊，如果你要在街道上找一台很有乐趣的小车啊，或者在土路上很好玩的话呢，就非这台莫属啦。我想一想，其他车呢，你可能还要做些改装，然后又怕底盘上容易触底。那这台车本身就是走过去那个 Mini Trail 的 style 嘛，所以其实走一点那种比较平坦的土路呢，还是可以的，而且非常好玩。当然，如果你真的是想要跑越野走 hardcore 的话呢，我想你也不干这台车啦，你应该会去买 CRF 150L 啊，或是像 CRF 250L 那样子的车子。好了，那我再去绕一圈，小玩一下。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哦，后面有车。好啦，那像这样子的车子呢，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很适合那种就是刚当爸爸，然后不想花很多钱买台重车，可是又想玩车。然后就可以平常可以走点土路的人，那还是很适合。好像在讲我自己，没有啦，我是觉得这台车真的是老少咸宜，不管你是新手老手啊，这 range 很广啦。你只要是喜欢骑车的人呢，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这种车子。我很难想象有人会就是看到 Monkey， 然后会觉得他不想骑了。然后就算你今天可能身高非常高好了啦，我也不觉得你会觉得说骑这台车不好玩，真的。那当然，这台车还是有让我一些不习惯的地方，比如说它的4速变速，一档的时候我往下踢到底的时候，它就变成踩空了，会一直可以踩。一般来说到一档的时候应该是会踩，然后停嘛，没有嘛，可是它变成还是可以踩。那我就一开始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会还可以踩？是还要档吗？就可能这台车的特性就是这样子。那我相信可能有些其他小车也是这样子啦，不过因为自己长期骑其他车子，会觉得这个有点不太习惯。好，就是上坡。那震动感的部分呢？目前我手虽然是正，可是我还没有到马。那椅子部分我是觉得很舒服，甚至跟它其他的Honda大街车比起来，我觉得这椅子真的蛮舒服的，可能是很服我的屁股吧。好哦。说到最后，它就是一台125啦，所以力量部分呢，你也不要奢求太多。那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我那时候卖掉 Z125呢，其实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看到 Monkey 125出来了。那比起 Z125呢，其实我更喜欢像这样造型的fun bike mini trail 嘛。像刚刚那样子，不管你是在这里呢，或是你在国外，你想要跑点小土路呢，它也是可以。当然也不是说像 Z25啊，或是 MSX 不行，你那些车子装到一些越野胎还是可以跑土路啊。只是你懂吗？这是一个整个 package 嘛，你骑起来感觉你的心情上就觉得，你要骑台 mini trail bike， 毕竟像玩这种车是种感情的抒发嘛，并不是只是一个通勤的用具而已。那最后这台车是有分 ABS 跟没有 ABS 的版本。那我今天骑这台是没有 ABS， 但一般市区通勤啊，有 ABS 一定是胜过有没有 ABS。尤其这个 ABS 是配有 IMU 的，也就是从 CBR 前到下放下来的技术，也就是让你在重刹的时候呢，尾巴不会翘起来，然后这样子失控。那今天租了这台车出来玩的，我觉得真的蛮开心的，不管从市区骑过来啊，或者到水流坑，我都觉得非常好玩啊。好了，那之后还有其他的事情呢，不要错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嗨。